有缘人，你是否注意到生活中有些关系非但没有为你提供支持，反而阻碍了你前进的脚步？为何总有人让你感到精疲力尽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？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正是3种你应该果断避开的人。如果你能勇敢地结束这些消耗你的关系，你的生活不仅会变得更加轻松，你的命运也可能因此而发生积极的转变。坦白说，如果你敢于与这3类人断绝关系，你的生活将会更加顺利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情绪和成长。正如我们前文提到的，有些人会在不知不觉中消耗我们的能量，拖慢我们的前进步伐。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需要果断远离的3类人，以帮助你更好地识别和应对这些消耗性关系。首先，不尊重你的人是生活中最具破坏性的一类。他们可能是你的朋友、同事，甚至家人。在与他们相处时，你常常感受到一种隐形的压力。即使你在努力付出，试图争取他们的认可和理解，他们却总是以各种方式表现出对你的轻视和忽视。他们可能会在你发表意见时打断你，或是在你分享成功时冷嘲热讽。这种行为会让你产生深深的挫败感。这种不尊重的行为有时并非出自恶意，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不安全感的投射。他们可能是因为自身的自卑，才通过贬低他人来提升自己的自我价值感。这种心理机制在职场和社交场合中尤为常见。在职场中，某些人可能会通过打击同事的自信心来获得相对的竞争优势，而在私人关系中，这种人往往会在你最需要支持的时候选择沉默，甚至是嘲笑。重要的是，你要意识到这种不尊重行为的影响。长期与这些人相处，你会发现自己逐渐失去自信，变得怀疑自己的能力和价值。即使在最亲密的关系中，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。比如，伴侣的轻视和不尊重会让你感到孤独和无助，最终可能导致关系的恶化。保护自己的第一步就是设定明确的底线。善良不应是无底线的忍让，你有权利拒绝他人的不尊重。与其继续在这种关系中自我折磨，不如果断地选择远离。远离不尊重你的人，不仅能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，也能让你重新找回自信。你值得拥有那些欣赏你、尊重你的朋友和伴侣。接下来，我们再来看总是反驳你的人。这类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无处不在的怀疑态度，不论你说什么，他们总会迫不及待地提出异议，甚至是在你讲述自己的经历或分享你的想法时，他们似乎总是乐于挑剔，试图通过反驳来彰显自己的存在感。这种行为不仅消耗你的时间与精力，更会让你感到疲惫和挫败。与总是反驳你的人交谈，常常变成了一场没有结果的争论。即便你所说的观点是合理的，他们也会以各种方式进行反驳，甚至扭曲你的话。
这样的沟通方式不仅没有建设性，反而会使你感到沮丧和无助。你可能会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力，甚至对于分享自己的想法感到畏惧。这种情况在亲密关系中尤为显著，伴侣之间的这种争执往往会让原本亲密的关系变得紧张。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，这种反驳行为往往反映了内心的不安与自卑。这类人可能对自身的能力缺乏信心，因此通过贬低他人来维护自我价值感。他们在争辩中寻找满足感，却不知这种行为对周围人造成了多大的伤害。面对这样的个体，最好的策略就是保持距离。与其浪费时间和精力在他们的争论中，不如寻求与那些能够真正倾听和理解你的人交流。最后，负能量满满的人是我们必须警惕的一类。这些人总是沉浸在自己的负面情绪中，似乎生活中的一切都在与他们作对。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他们总是选择抱怨、指责和消极看待，久而久之，他们的情绪像病毒一样感染周围的人。当你和这样的个体在一起时，往往会感到精疲力竭，仿佛自己的能量被他们一一吸走。负能量满满的人不仅让你感到疲惫，还可能对你的心理健康造成伤害。与这些人交谈时，他们的抱怨和消极情绪会悄然影响你的心态，使你也变得消极和不安。生活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个体，他们不仅不愿意为自己的情绪负责，还试图把自己的负面情绪转嫁给他人。与这种人相处，往往是陷入一场无休止的情绪倾诉，而你却无法从中获得任何支持和理解。面对负能量满满的人，最明智的选择是设定界限，保持距离。避免与这些人长时间相处，不仅能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，也能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加积极的生活环境。你应该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那些能够给你带来正能量的人身上，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和希望。识别并远离这三类人：不尊重你的人，总是反驳你的人和负能量满满的人，是实现自我保护与成长的重要一步。通过设定底线，保持距离以及投入积极的关系中，你将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，迎接更加美好的生活。选择与尊重和理解你的人交往，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，更是为未来的成功奠定基础。我们要知道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时，我们自己必须认识到，尊重是任何健康关系的基石。无论是在朋友关系、家庭关系还是职场中，尊重都是彼此交往的基础。如果缺乏尊重，关系往往会变得紧张和脆弱，甚至导致彻底的断裂。因此，理解并践行相互尊重的重要性，是维护良好人际关系的关键。相互尊重意味着双方都能在关系中获得应有的重视与认可。在健康的关系中，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听见，意见都能被尊重。这种尊重并不只是形式上的，而是体现在日常的互动中。在朋友之间，
当一方分享自己的想法或感受时，另一方能够认真倾听，并给予适当的回应。这种积极的交流模式让双方都能感到被重视和理解，从而增强彼此的信任感和亲密感。然而，在一些关系中，尊重的缺失往往表现在一方对另一方的漠视和冷落。这种不尊重的行为可能是无意的，但也可能是故意的。无论是出于无知还是恶意，结果都是对另一方的伤害。例如，在工作环境中，若上司总是忽视下属的建议，并不在意他们的努力与付出，这不仅会打击员工的士气，也会导致团队合作的破裂。缺乏尊重的氛围会让员工感到无力，久而久之，他们会对工作失去热情，甚至选择离开。这种情况下，企业的整体效率和士气也会受到影响。同样，在家庭关系中，不尊重的表现可能更加微妙。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支持是非常重要的。然而，如果某个家庭成员总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忽视他人的感受，这种状况会让其他成员感到被轻视和无视。长此以往，这种情绪会在家庭中滋生矛盾，导致亲密关系的疏远。因此，家庭成员之间需要彼此理解与包容，通过积极的沟通来建立相互尊重的环境。尊重不仅限于言语的交流，还体现在对彼此差异的理解与包容。每个人的背景、经历和价值观都不同，尊重意味着接纳这些差异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联系。例如，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流时，理解和尊重彼此的文化差异至关重要。这种理解能够减少误解和冲突，促进和谐共处。只有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，文化间的交流才能真正实现相互学习与成长。在职场中，尊重同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一个充满尊重的工作环境能够激励员工发挥出最佳表现。公司应该创造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文化，鼓励员工发表意见，并重视他们的贡献。对于管理层来说，尊重下属的想法和需求，不仅能增强团队凝聚力，还能提升整体工作效率。当员工感受到被尊重时，他们会更加愿意主动承担责任，积极参与团队合作。这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不仅有助于个人成长，也为企业创造了更大的价值。然而，尊重的培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需要在日常的互动中不断强化。首先，建立良好的沟通是至关重要的。无论是在朋友之间、家庭中还是职场上，清晰且诚恳的沟通能够帮助双方更好地理解彼此的需求和想法。当出现误解时，及时进行沟通，避免矛盾的加深，是维护关系的重要手段。此外，尊重他人的时间和空间也是表现尊重的方式之一。在约定的时间内准时到达，或者在对方需要独处时给予空间，都是对彼此的尊重。另一个重要方面
是主动表达感激与认可。当你意识到某个朋友或同事为你做了什么事，及时给予反馈与感谢，会让对方感受到被重视。这种正向的反馈不仅能增强关系的亲密感，还能激励他人在未来继续付出。在家庭中，父母对孩子的认可和赞美，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自信，并培养良好的自尊心。相互的欣赏与支持，正是建立和谐关系的必要元素。当然，维护相互尊重的关系也需要勇气和智慧。面对不尊重的行为，首先要识别出这种行为，并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受。与其默默忍受，不如清楚地告诉对方他们的行为让你感到不适。这种表达并非指责，而是希望通过沟通来改善关系。通常情况下，人们并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，因此通过适当的沟通可以促使对方反思自己的行为。同时要意识到，在某些情况下，不尊重可能是由于对方的无知或缺乏理解。教育与引导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。例如，如果同事在会议中打断你发言，可以在会后私下与他们沟通，告诉他们这种行为让你感到不被尊重，并解释为什么倾听他人的发言是重要的。通过这样的方式，不仅有助于改善当前的关系，还有助于对方在未来更好地与他人交流。在处理尊重问题时，也要认识到，并非所有关系都是值得继续维持的。有时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，果断地远离那些不尊重你的人是必要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勇敢地做出选择，选择与那些真正重视你的人交往，是实现自我保护的重要一步。相互尊重是人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。在建立和维护关系时，我们需要不断强化对彼此的尊重。这不仅能增强个人的自我价值感，还能促进健康的人际互动。通过良好的沟通、积极的反馈以及勇于表达，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建立起更加美好的人际关系，为自己的幸福和成长铺平道路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，而真正的友谊和合作关系也会在这种尊重中不断升华。我们在深入探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后，我们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与人之间能量的交流。这种交流不仅关乎语言和情感的互动，更深层次地影响着我们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。能量的交流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，体现在我们与他人互动的每一个瞬间，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感知和体验生活。能量的交流可以理解为人与人之间通过情感、态度和行为所传递的积极或消极的能量。当你与一个充满活力、积极向上的人交谈时，你可能会感到精神焕发，充满动力。这种正能量不仅能够激励你去追求目标，还能提升你的自信心和幸福感。反之，与一个负能量满满的人相处，则可能让你感到疲惫和无力。他们的消极情绪仿佛是一种无形的负担，
逐渐消耗着你的精力和热情。这种能量的交流在不同的社交场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在职场中，团队的氛围和同事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工作效率。当团队中充满了积极向上的能量时，成员们会更愿意互相支持和协作，形成良好的团队精神。这种能量的传递不仅可以增强团队凝聚力，还能提升整体工作表现。相反，如果团队中出现了负能量的成员，他们的情绪往往会影响其他人，导致工作效率下降，甚至造成团队的分裂。因此，培养一个积极的工作环境，促进能量的良性交流，是每个管理者和团队成员的共同责任。在社交关系中，能量的交流同样起着重要作用。朋友之间的互动，如果能够互相鼓励、支持和理解，那么这种友谊便会更加坚固。比如，当一个朋友面临困难时，如果你能够给予他支持和鼓励，他不仅会感受到温暖和关怀，还会在这种正能量的推动下更加勇敢地面对挑战。这样的互动能够深化友谊，让彼此都感受到在对方身边的安心和力量。然而，并非所有的社交互动都是积极的。有些人总是沉浸在负面情绪中，他们的抱怨和消极情绪就像是一种能量吸血鬼，不断消耗着周围人的精力。这种情况尤其在那些习惯于抱怨生活、指责他人的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。与这些人相处时，往往会让你感到疲惫不堪，仿佛自己成为了情绪的垃圾桶。长此以往，这种负能量不仅会影响你的情绪，还可能逐渐改变你的思维方式，使你也变得消极。因此，意识到这种能量交流的存在，是我们保护自己心理健康的重要一步。要学会识别那些负能量满满的人，并主动与之保持距离。通过建立界限，减少与他们的接触，可以有效地减少负能量对你的影响。同时，寻找那些能够给你带来正能量的人，与他们建立更深的联系，是提升自我能量的有效途径。正能量的交流不仅能让你感受到温暖和支持，还能激励你在生活和工作中不断进步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个人的能量状态也至关重要。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输出和吸收能量，而保持自身的正能量状态是实现良性能量交流的基础。如何保持积极的能量状态呢？首先，定期进行自我反省是一个有效的方法。通过反思自己的情绪和行为，识别出那些消耗你能量的因素，从而采取措施加以调整。此外，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比如运动、健康饮食和充足的睡眠，都是提升个人能量的重要因素。当你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处于良好水平时，自然会吸引到更多积极的人际关系。同时，保持开放的心态和乐观的态度也是促进能量交流的重要条件。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时，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，而不是陷入消极的情绪中。
这种乐观的心态不仅能增强你的内心韧性，还能感染周围的人，形成良好的能量循环。比如，当你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，选择积极寻求解决方案，而不是抱怨。这种积极的态度会激励你的同事一起努力克服难关。在社交场合中，主动传递正能量也是一种重要的交流方式。你可以通过微笑、赞美和鼓励他人来提升彼此的能量状态。当你向他人传达积极的信息时，往往能够激发对方的潜力，帮助他们看到生活中的美好。这种积极的反馈不仅能增强你们之间的联系，还能创造一个更加愉悦的社交环境。能量的交流还体现在非语言的表达中，肢体语言、眼神交流和面部表情都是传递能量的重要方式。一个真诚的微笑，一个鼓励的眼神，甚至是一个温暖的拥抱，都能传递出强大的正能量。这种非语言的交流常常比语言更直接，更容易打动人心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不妨多关注这些细微的非语言信号，通过肢体语言来加强与他人的连接。最后，理解并善用能量的交流是一种能力，这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实践。通过积极的互动和沟通，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建立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。每一次的交流都是一次能量的传递，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正能量的传播者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我们不仅能够实现个人的成长，还能为他人带来温暖和力量。这样的良性循环将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，充满希望和活力。人与人之间的能量交流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过程，它影响着我们的情绪、关系和生活质量。通过识别和促进正能量的交流，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建立更加积极和谐的人际关系，提升自我价值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保持开放的心态，积极传递正能量，都是促进人际关系良性发展的重要方法。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能量的传播者，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，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和社会。面对这些人的时候，我们要勇敢地做出选择，远离不值得的人际关系，是实现自我成长的重要一步。希望每个人都能与温暖和善意为伴，不断提升自我，追求更美好的生活。记住，你的感受和自我保护才是最重要的。愿你的人生之路更加顺畅，绽放出精彩的光芒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回复一句三阳开泰，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